现在是下午4点，这是我本人刚起床的时间。那我现在要出门去买菜，准备开启我主妇日常的一天。里面会不会有瓜牛？不知道。好像是在里面找到一只宠物瓜牛，叫卡珊德拉，后来就消失了。对，后来它就失踪。大逃亡。我们要弄一个美美的家，结果它大逃亡。其实很多人都会问说啊，来德国要带什么？带一些吃的啊，生活用品。其实真的不需要，因为德国的生活用品呢，其实他们政府都是有控管那个金额的，所以基本上都不会太贵。那你就可以放心的人来就好，你就准备一些重要物品在身上就好，其他的来这边买什么都有。你刚刚有没有看到欧洲的面包？面包就是面包，就是很单纯的面粉做的东西，不像台湾呢，就会加一些很甜的填充物啊，或是什么酒酿啊，就会把它弄得很复杂。可这边很单纯，你就吃到面包的味道，或者是葱，或者是肉松。然后这边面包最大的不一样是，这边面包很硬，你如果买了一包在外面遇到坏人的话，你就拿起来丢它，可能会把它打到受伤的。可是它的面包就是追求你要很软啊，然后很蓬松这样子，吃起来是完全不一样。看这2套是不是超美？而且它定价也不贵哦，这件 kimono 15块，然后呢这一套待嫁新娘装只要18块，很便宜吧？那它这边还有规定哦，不是说你现在进去买就可以了，它这边有写，你要在10月28号的时候早上11点来排队，你也不能预定，就是11点之后来排队说你要买这个橱窗的什么东西这样子。这边还有熊还是小孩？我觉得这根本不是熊跟小孩，它熊妈妈跟小孩是妈妈啊，也可以是熊爸爸。可是我觉得是2家不一样公司出的，一样的啊，毛色也是一样的啊。妈妈跟小孩怎么会长得一模一样？不是，它鼻子长得不一样，所以它就是捡了2只，然后就来把它当妈妈小孩。我是去年10月的时候办疫情签证来德国的，那到现在呢，刚好满1周年来这边移民的生活。那你觉得在这边生活工作上面最大差别是什么？因为包含我现在还有在学德文嘛，那也有在工作，我觉得最大的差异，第一个就是这边的人讲话都是鼓励性的性质很多。比如说我在工作的时候啊，会犯错，那我最近开始学柜台要结账啊，我算错钱，我不小心把客人的卡就是少刷了5块钱。那一般在台湾的情况，你就会很担心说犯了错要怎么办？那同事看到了就说啊，这没什么大不了啦，就是大家都会犯错啊，你不要放在心上。那我就问说，那要赔钱吗？同事就很惊讶地看着我说，怎么可能要赔钱？我们这边工作是不需要赔钱的。然后呢，他就说，我在这边工作1年多了，有时候我也会犯这种错，你不要太在意，你只要下次多注意就好了。如果是以一样的情况在台湾工作的话，第一，你有可能要赔钱；再来呢，就是你会被骂，大家就说啊，你怎么会犯这种错啊？不是教过你了吗？你自教多注意啊，这一些话。更夸张的是，有时候为了这种5块10块啊，公司还要写报告。台湾的制度就是会这样子，会让你觉得你不能犯错在工作上。那会不会就是因为他们都说不要放在心上，所以同事就一直犯一样的错啊？不要放在心上，也不用赔钱。当然不可能啊，就是你还是有羞耻心嘛，你不可能想要你的工作上一直犯错嘛，所以你就会警惕在心里。那你反而会因为不好意思而更注意自己下次不要犯错，而不是像台湾那种很紧张警惕说哦不要再犯错，不要犯错，不要被骂，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。那我现在就带你们来参观我们家。现在呢，先带大家去看客厅。那这个客厅也是我们平常拍摄影片的地方。很多人都会想说，你们家怎么那么多 CD？ 你看这边满满的柜子都是 CD， 地板呢这边也是满满的 CD， 电视的2边也满满的都是 CD。那这些 CD 呢，但那也不只是收藏啦，其实是我老公的工作，他就是有一个网络商城在卖 CD， 所以呢，我们家总共有2万张 CD 在这个包农里。其实也没有那么乱，你看这个客厅的桌子满满的也都是东西，然后这边呢也满满都是东西。那以前我们的家是干干净净、漂漂亮亮的，但自从我们做了 YouTube 之后呢，实在是太忙了，我老公就没有时间整理，所以有一天呢，我就会逼他把这些东西都整理干净。那你现在在这边生活1年了，也是婚姻老手了，你觉得在德国的婚姻生活怎么样？
一般异性恋的婚姻我不太清楚，可是就以同性婚姻来讲的话，其实这边的人是持比较开放的态度的。比如说我认识新朋友啊，或是工作上的同事，我就可以很自然的说，哦，我结婚啦，然后我老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那在台湾，你就会想说啊，这个人对于同志的立场是不是他不是很赞成，或是他不是很开放的态度，我就不太敢讲我自己的生活。那这边呢，他们就不会让你有这样的顾忌，你就可以放心的去讲你的事情。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，我觉得这边的人比较注重隐私。那像刚刚有提到嘛，说我会介绍说，哦，我老公啊，我结婚怎么样？这边呢，他们就是点到为止，知道你的资讯。那你想讲多少，他们就听多少，他们也不会多问。当然啦，基本的就是说，哦，你老公在做什么啊？这个会问嘛。台湾人就很喜欢过度的关心。就是说啊，那你老公怎么样啊？你们生活怎么样啊？那你公婆怎么样啊？然后甚至问得很细，说，你们2个男生结婚，那谁是1号，谁是0号？这种情形呢，绝对不会在这里发生。不过呢，你换一个角度想，我会觉得在这边德国跟台湾生活很不一样，就是人情味。台湾的人情味真的很够，也许有时候有点鸡婆，可是这个东西呢，其实会拉近人与人的距离。因为在这边工作的话呢，同事就是同事，不像我们在台湾工作的时候会跟同事聊一些我们私人的事情，那就会拉近彼此的距离嘛。那比如说休假的时候就会一起出去玩啊，去吃饭啊，或是计划出国玩都有可能。可在这边呢，偶尔同事会邀请大家说，哦，要不要来我们家 party？ 不会像我们在台湾跟同事的互动这么频繁，因为工作就工作，那下班了呢，就是各顾各的生活，不会有太大的交集。你看我的性感内裤。看着洗衣机转真的很疗愈，可以这样看一整天。现在呢，就要带大家去看我老公的工作室，惊吓指数10分，不要吓到哦，因为真的很恐怖。哇，好乱哦！世界大战吗？满满的都 CD， 这边满满的都 CD， 有没有看到地板上？然后呢，这边也都是。对，有一天我会把它整理干净。好，期待那一天。我老天爷啊！你自己看有没有觉得很恐怖？我其实蛮恐怖的哎。哇，我没想到这么乱。而且我老公很过分哦，他都会跟我说：“你不要踢到我 CD 哦，这都钱哦，拜托，这那么乱，很难走路的时候不踢到吧？偶尔不小心还是会踩破几个吧。”那我就把它放到旁边去，藏起来。哎呦，你看，收着收着我就踢到了。然后呢，里面这间就是我们的房间。你以为房间情况会比较好吗？没有，2万张 CD 怎么可能客厅跟工作室就会放满？当然还有包括房间哦。噔噔，你看这面墙呢，我们平常其实也拍了好几个景，都在这一面墙。这也是满满的垃圾。然后呢，这是有灰房，这地板。哇，你简直是住在仓库里嘛！对呀，每次朋友来的说要参观我的房间，我就说不要，很乱哎，很像仓库哎，因为真的就是仓库啊，CD 的仓库。可这个都是养活我的工具，所以呢，我们还是要善待它。这是我办公的地方，你看，就是有我的书啊，还有德国人最喜欢的资料夹。哇，还有一个墙哎，我的生活墙，这是我在台湾的回忆，美美的回忆。还有这个，你看，今年是牛年嘛，所以呢，也是我们频道刚创办的时候，Berlin Enchanted 是过年的时候创办的。那诚意的朋友就画了这样的春联送给我们，然后人家来说哇，你们家好多 CD 哦，都是古典乐，你们好有气质哦。对啦，刚开始啦，你再多住个几天之后，你就会想吐了，满满看到都是 CD。走到哪里都是看到 CD， 连地板上都是，还不能踢到，踢到会被骂。那有一天我老公一定会把它整理干净，好不好？对，然后再来让大家看整理干净以后长什么样子。那你跟德国人相处融洽吗？其实我觉得跟德国人或跟台湾人相处最大不一样就是讲话方式，因为在台湾呢，我们其实讲话会比较婉转，那说话都会用比较暗示性的。你如果跟德国人想要表达一件事情的话，你要很直接的说，或者是他邀约你要出去的时候呢，我们在台湾我们就会说哦，下次约，下次见，我再想想，我再跟你说。通常这个答案呢就是不要。那台湾人就 get 到这个点，是要说哦，你是有一点婉转拒绝的意思。可是，在德国就不一样喽。你在德国的话，你这样子跟德国人讲，他会放在心上。那可能过了1个礼拜之后，这个德国人就会传讯息或打电话问你说，上次你不是说要再跟我说要不要出去吗？那要不要出去呢？这时候你才会想起说啊，
他把我的话当真的。所以呢，这一套就是婉转讲话方式，不要拿来跟德国人相处，因为他们会听不懂。那你有没有就是用台湾的方法跟他们沟通，然后他们真的就误会你、误解你？有啊，有一次有同事邀请我去他们家办 party， 但是因为我们家住的地方离他们家有点远，所以我就不太想去。然后呢，我就跟他说好啊，我再想想。那这句我再想想呢，就变成我接下来这1个礼拜，每一天他都会问我说，那你要来吗？你想好了吗？对，你想好了吗？那有不要去的同事呢，他其实就很直接，就是说我应该不会去吧，这样子。那其他同事说啊，你干嘛不来？你连 Elvis 都可能会来的。对，每个人都说连 Elvis 都要来了。我的压力超大，那我明明就很不想去，那我为什么不像那个同事就直接说我不要去就好了？我还是这样连续被问了1个礼拜，而且最后你还说要去，只好要去。对，然后但是呢，最后我还是没去。对，你就早上打电话跟他说，哦，对不起，我今天感觉好像感冒。没有，我是说我做瑜伽腰扭到不舒服，然后隔一天上班呢，他也很关心问我说，你腰有没有好一点？就是这种婉转的方式就不要再做了，就直接跟他说我不会去，我有事就好了，就解决了。那你那天上班的时候，你有没有一直故意扶着腰，就假装很痛，这样要装1天？有，我就有假装没有办法太大的活动，然后走路很慢这样子。看好你这一套多累啊！那观众会不会说啊，你这样切菜好危险哦，你应该要猫爪的。对，我就是要很危险，我就喜欢这样切，我就想要挑战会不会切到自己手。来德国生活，除了老公以外，就几乎没有生活圈了。那你这样会觉得很寂寞吗？虽然老公这么棒，其实还是会觉得很寂寞啦，因为毕竟是孤身一人来到德国生活嘛。那你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在台湾，那我觉得最大不一样就是时差这件事情，没有办法很及时的跟你的亲朋好友说你的消息。比如说你今天遇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，你想要立刻分享，那你可能传讯息给你的朋友啊，想要告诉他们这件事情。可是呢，他们可能要等到6到8个小时之后，他才会回复你。等他们回复你的时候，你当初那个雀跃的感觉已经不见了。我朋友最近他的狗就是过世了，那我就问他说，狗什么时候死掉的啊？他就说今年的事情这样子。我说那你怎么没有跟我讲？他说你住这么远，跟你讲有什么用？也不需要多一个人为我难过。其实听到这个话，心里会蛮酸的，因为你就觉得说，对啊，我人在国外，我那么远，又能为他们做什么呢？那相对的，我自己有时候发生的事情或不开心，那我也会想说啊，他们那么远，我跟他们讲又有什么帮助呢？这个时候其实就会跟台湾的亲朋好友越来越有距离。所以呢，其实我都会建议大家说，一定要建立自己的生活圈。其实你去上语言学校啊，或者你去工作啊，或者是现在社交软体很方便嘛，你在脸书上面加入一些社团啊，多认识一些台湾人，或是当地的社团啊，多认识一些当地人，这个机会都是有的。不然每天都要在家跟老公对看，看久了也是蛮无聊的。我今天还有工作，如果是一般的家庭主妇，你在家里带小孩已经够烦了，然后每天都看到老公，就看到老公，永远都看到老公跟小孩，你不烦？怪老公还蛮耐看的。你的老公耐不耐看我不知道啦，但我老公呢可以耐看啊，但我还是想要交自己的朋友，好吗？其实，在国外的话，我觉得生活最不一样的还有吃饭。因为你在台湾的话，其实随时随地都可以买到吃的东西，你也不用担心说几点没得吃，24小时你都找到东西吃。可是在国外呢，店很早关，那再来不是每天都有开，所以呢，最方便的还是自己煮。那其实像我们2个人的生活啊，这样煮一餐，其实不到5块钱吧，就是100块、150块台币就解决2个人一餐。德国在外面餐蛮贵的，就是一餐的话，至少去随便路边摊啊或什么，都要台币大概300-400块，对，一个人。而且2个人这样一起吃饭也是蛮甜蜜的啦。来这边生活1年，其实我会建议大家就是快乐生活，然后过得自在就好，不要钻牛角尖。有时候就会想很多，或是自己一个人在家就很不快乐。那你就要找到你有兴趣的方向，或是你想做的事情。比如说，我的目标就是要在这边正常的生活，像台湾一样。所以呢，我就会规划每个礼拜都跟我老公一起去吃饭，去外面餐厅吃饭，不一定每天煮，或者呢一起去看电影，就像跟在台湾一样去约会。然后呢，把德文学好，像在台湾一样，我可以正常的工作，这个就是我的目标。讲那么多，我也快要饿疯了，那我们就先吃饭喽，拜拜，拜拜。其实等一下也可以吃炒饭，冰箱里好像还有白饭，还是要跟你炒饭。哇！
不予置评，不予回答，不做假设性的问题。